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受藏海青天剑左灵台博士，则令其兼修皇陵，钦此。藏海接旨领命。恭喜恭喜啊，藏海！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，又有堪舆法师之才，这刚入侯府不久，便委以如此重任，日后必将前途无量啊！多谢楚大人。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，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。我一出毒计啊！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。小海，你惹怒杨真，逼他们出手，只能应战。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。不行，我乔装一下，与你一同前去。哎，师傅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他们就不会杀我了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，一旦他们出手，就会露出破绽，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，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你这也太危险了，做事要留后手。哎，师傅，来，您坐下。修缮皇陵需要3个月，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。公事完毕，才有可能会被殉葬。师傅，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。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。我想了很久，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。虽然是在冒险，但我觉得可以一赌。那第2件事呢？师傅，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，不觉得技痒吗？把他们码得紧一点啊，尤其这个。对，是这个吧？哎，对。楚大人，楚大人，既然藏大人已经到了，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。哎，藏海，你干什么呀？大人，您
不是让我解决先帝血灵一事吗？大人请看。您请细看。哪来这么多水啊？先帝棺椁位移一事，便是地水所致。地水如潮汐一样，夜长日落，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，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，遇水则浮，水若够高，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，在寝殿里来回飘动。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，在石门上来回撞击，声音被人听见，误以为先帝显灵。白天雨停，地水回落，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，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，最后，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。大人若是不信，看看这墙上的水渍的高度，便知了。地水夜涨日落，我岂能不知？每日都有的事，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？大人难道不知道5年前幽河改道，便是从皇陵附近经过？白天还好说，一到了晚上，幽河上涨，再加上先帝的灵血位于皇陵的最深处，一旦遇上连日暴雨，便会岌岌可危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皇陵是何等重地，就算是地水再上游，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，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浮起来了。难不成皇陵在幽河改道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楚大人，既封我为青天剑左灵台博士，我只是在想，皇陵应该如何修葺？那你想好了吗？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，已无可避免。眼下能做的，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。好，就依你说的办，该怎么修就怎么修。你们听好了，以后要听臧大人的吩咐。是。张海，好好干，皇陵修好了，自有你的好去处。谢大人。闹了半天，原来不是先帝爷显灵啊！人死如灯灭，魂魄之说，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。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。大人请说。每次地水上涌之后，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。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，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？倒也不是没人提过，只是楚大人他不信罢了，而且将那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。就这个人，季群，季群，快来见过臧大人。小智奴，鸡伯伯，哎呀，小智奴啊，关山术
学的如何了？学的可好了。来，鸡伯伯送你个好东西，这个呢叫千里镜，用它观山啊，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。季群，回来了。大人，爹，这是鸡伯伯送给我的。好。他呀，整天缠着我说要和你一起进山，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。哦，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鸡伯伯一样做武官分硕郎喽。我在青天剑的官册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，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天剑的武官分硕郎。我听其他工友说，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皇陵递水一事，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，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。大人们说什么，便是什么。我的无端猜测不重要。大人，他人就这样，您别怪他啊。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，成型之后，即便泡在水里，也永远不会变坏。若用来造木，则是1份石灰加3份河沙黄土，再用糯精米和匀，不用反复夯打，便很坚固，永远都不会损坏。这就是3合土。无论船只还是墙壁，凡是需要填隙防水的，要将石灰和捣杵铅下的厚卷、细螺一起拌上桐油、鱼油，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，过多少年都不会再透水。不止蚂蚁，许多虫蚁都害怕杨道桐的汁，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，填进地砖和棺椁的缝隙之中，不仅可以防水，还可以防虫。你也知道这个法子？一个前辈教我的。这是很久以前擎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，后来就没人用了。为什么？可能嫌他太老，过时了吧。只要是好的法子，永远都不会过时。取代它的，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。你好像我那个朋友。你的那个朋友是谁？前擎天剑监正奎多。恕我孤陋寡闻了，没有听过他的大名。他现在何处？死了，就像一阵风，一泡尘，在这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可惜了。你呢？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武官分硕郎，沦落至此？武官分硕郎沦落至此，是因为擎天剑沦落至此，成为了讨好权贵、欺下媚上的所在。你呢？一身好本事，为什么要给楚怀民卖命呢？我不是为他卖命，我是为我自己。断龙石的机关需接引河流，以水力驱动，
水升石降，木门一落，永不开启。出来了！兄弟们，皇陵完工了！ 您同我们讲讲吧，您这么年轻，怎么懂这么多？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？不是，是我父母亡故以后，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式的匠人，从事几年罢了。那可真了不起，这功夫，这没有1、20年可下不来。来，咱们再敬臧大人一碗。哎，都满上啊！再敬一碗。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。好，哎，满上。哎，各位，我说一句啊，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，今夜不可烂醉，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。那可不行，今日就要践行。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？来，今晚咱们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楚大人到！楚大人！哎呀，今晚真是热闹啊！来，我也喝一碗。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上面的大人们呢，也看在眼里，很是欣慰啊。稍后我会跟大人们禀报，你们个个都有重赏。个个都有赏啊！谢大人。姬群、孔三、殷二狗、韩毅、张树、孙正、袁居、李家良，一共8个工匠，我已禀明皇上。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，且是自愿殉葬，是吧？是的，我们是自愿殉葬。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，有没有改主意的？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，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，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。大人，你答应我的还作数吗？当然，你放心。楚大人，青叶记住答应我的，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。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。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的，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，青天剑会记住你们，朝廷会记住你们，我楚怀明更会记住你们。大人，我们这群将死之人，今晚难免失态。大人请回，答应你的事情，绝不反悔。不急，本官来此还有一事。藏海听命。青天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固皇陵，宣劳戮力，功莫大焉。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，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，再不出陵。大人，卑职领命，自愿为太后殉葬。
追！追！站住！追！袋子。这那边。小子，走这边。过来，别动，按我说的做。王公子，你喝醉了。呵，哎呀，怎么这酒量不行啊？啊，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王公子，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啊？不成，定远伯的公子在镇楼还为你续了一摊呢。走，啊，走。哎，怎么样？人丢了，没找到。走。王公子，慢点。师傅，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！你来京城，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。要不是我在，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今天确实大意了，没想到被人在枕楼上了一课。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她为枕楼办事儿。师傅，那些场卫很棘手吗？没事，我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，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，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。小子，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、伯爵云轨了吧？您说的对，是应该多加小心。哎，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，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。你说说。太后下葬，朝臣们分为了两派，一派力主维持现状，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，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，促成帝后合葬。皇帝为难，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，工部侍郎庄知府去做。而如今只剩下3日期限，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。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。我问你，太后是谁？先帝的皇后，皇上的嫡母。李贵太妃是谁？皇上的生母，先帝深爱的妃子。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？是皇上。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臣的礼仪之争，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。不移贵太妃的棺椁失了臣心，移出贵太妃棺椁又失了民心，怎么做都是错。所以，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是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？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他为什么还这么做？哎呀，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。都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！半夜你们抓错人了，我不会看风水呀！我是那个做棺材的，放开我！这马车里装的都是抓来的风水先生，凡是跟丧葬沾边的，全都给抓去了。前2天还有个卖香烛的都抓走了。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，他尽力了。哎，师傅，我来。师傅，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？
想好怎么入局了？儿子，儿子，官爷，官爷，官爷，走！爹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我求求你，大人，我不会看风水呀，我只是个卖纸钱的，我只会扎点纸人纸马，真的不会看风水呀。爹，是吗？我不会骗你的呀，大人。爹，儿子，儿子，爹，儿子，儿子，爹，你再回来吗？会，求大人，求大人不要杀我儿子。带走。大人，爹，儿子，爹，儿子，原高大人，还差一人。慢着。爹。你既然会的话，你儿子应该也会吧？让他去帮你。大人，你刚才答应不杀他的，他只是个孩子呀！我求你放过他。我不杀他，但并没有答应不带他走。一并带走。儿子，儿子，孩子，大人请慢。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，草民不才，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，愿意前往。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？你倒是有趣儿，主动送上门来了，那就一起去吧。走！哎，大人请慢。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儿，小孩子毛手毛脚的，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，那就不好了。走吧。同志，别没事，别没事啊！我就是个杀猪的，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，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呀？偏心猴，你连猪都不如。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恩公，恩公，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。你先起来，先起来。这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啊！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。来生，我翻溜做牛做马，报您的大恩。哎，做牛做马就算了，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。你这不是送死吗？别人躲都躲不及，你还上杆子去？哎，你是有这本事还是个假把式啊？哎，我说各位，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，又不是阎王爷。你的意思，这事儿你能解决？听天由命吧。困了，睡会儿。麻烦范兄一会儿到了叫醒我。多谢。好，真病都要没了，还有那心思睡觉。下车！看什么看？赶紧开车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快！快点！快！看什么？快！愣着干什么？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！走啊！走！走！快走！进去！不是，进去！进去！关门！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们出去！
抢走。想活命的都别动！这他娘的是啥地方啊？我们已经没得选了，只能往前走。但这地宫里面危险重重，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，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，听到了吗？嗯。这是一整规，坐北朝南，五行不离，水土体，九星常带，五必随。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位修筑的。那边就是西边。恩公的意思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？我也只能试一试。一会儿我数到3，所有人听我的指令，我们一起动。阿良，来，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2块砖，屠夫，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3块砖，听见了吗？1、2、3。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，只要走对了位置，就不会有事。这位兄弟，你一会儿往后退一步，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1块砖。后面那位兄弟，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1块砖。你确定是这块？你相信我。我踩。准备好。1、2、3。朴木角野为凶恶，人专诸事并清宁。利枣药性或心共，河道四药有灾助。侯爷久不掌兵，却依然礼力惊人，渐渐射中靶心，风采不减当年呀！既然不会说话，那就把舌头割了吧。侯爷饶命！侯爷饶命啊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！大人都在墓道里了。侯爷，新的一批风水先生已经到了。之前那几批呢？按照侯爷的吩咐，已经处理了。80多个人，就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。真正有神通的风水先生，多是隐逸之人。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，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。楚大人，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，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。侯爷息怒，下官一定会尽力。换工。父亲，儿子斗胆一问啊，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，为何一定要找风水先生啊？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，但除了皇上，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。难就难在，皇上的心思好猜，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那就难了。那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呢？为父自然会想办法的。首先，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，不要让人抓到把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住你。儿子明白了，多谢父亲。
坤元合德即兼通，武器偏全定吉凶。代天履地，人为贵。顺则吉兮，凶则备。我好像猜错了。快蹲下！这他娘的都是啥东西呀？别动！这是断骨套，是前朝流传下来的木葬机关，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。怎么过得去呀？这种丝，削铁如泥，但也很罕见。造木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，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。屠夫，你采西面的第4块砖。范辽，你采西南面的第4块砖。好，我们一起向断骨套阵列的边缘靠近。听我口令。1、2、3。配合干支仔细想，定人祸福与灾祥。要与人间开龙葵，顺逆之际须理会。1、2、3。我到头了，赶紧开门出去呀！我还不能走。这是皇陵的墓道，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。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，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，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。那这……先别急，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。这里是旧兴卫，接下来我们需要逆行五黄中宫。五黄中宫，屠夫，你往西北方向采第2块砖。范辽，你采西南方向的第4块砖。好，准备好了。1、2，相信我。来吧，来。1、2、3。我的眼睛！我的好徒儿啊，你这一出手就帮皇上解决了难题。是李贵太妃自愿显灵挪关，这样一来，皇上既得了臣心，又没有失了民心。你让宗亲在武帝首登，正好给了皇上礼物；让诸王在封地守孝，特别是林子王。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，只怕会蠢蠢欲动。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。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，怎么一场大雨，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？快跟师傅说说。这事儿吧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，这地底渗水严重，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。
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卯合。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，改变了棺椁的平衡，再加上一场大雨，地水滋漫，重压之下，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。哎呀，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！啊！我只是没想到，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，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。现在被人发现，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。贪墨都贪到皇上头上了，别看他们对皇上3跪9叩、山呼万岁，这心里头谋的那都是门户私计。要是父亲还活着，看到如今乌烟瘴气的青天剑，该有多难受啊！无论如何，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，在平津侯面前大放光彩。怎么了？昨日平津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，我这手竟抬不起半分。师傅帮你揉一揉。师傅你轻点啊。来，认真啊。我现在总算明白恩公为什么不让我习武了。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，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，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，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。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，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，大庸数1数2的高手未必能进他身侧。就算你习武，只怕剑未出鞘就被他杀了。用武力取胜，是为下策。算了，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，从长计议吧。等进了侯府以后，我再好好摸查一遍，等待时机。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，别漏了行迹。师傅，平时我不在您身边，您都在干什么呀？要是您不是我师傅，您会在哪儿？会做什么呢？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，要不是陪着你复仇，我逍遥得很呢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信种师傅跟我说了，恩公和3位师傅的身份都可以来问你。想知道？这顿你请。师傅，我年纪尚轻，囊中羞涩。这我年纪大了，还两手空空的，岂不更可怜啊？拿过来吧。行。可以说了吧？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哎，又骗我！银子还我。兵不厌诈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哎，你就是新来的幕僚？在下藏海。啊，我叫慧剑，也是侯府的幕僚，比你早来个2年。从今往后呢，咱们就是同僚了，是吗？不了。哎，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，本事不小啊，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，还进了咱们摄人府。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了。哎，照顾谈不上啊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在咱们摄人府里边，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。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。慧剑兄真爱说笑。来，跟我来。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。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，每天卯时开，亥时闭。
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，正门呢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。除此之外，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。咱们幕僚呢，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，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，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，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。大致呢就是这些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哎呀，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，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打法，自行安排。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，倒头就呼呼大睡。你也一样。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我带你去书院看看。有劳惠剑兄。楚兄，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是件好事，何必如此惴惴不安？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，此人聪明谨慎。杨兄，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楚兄真是多虑了，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，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，有什么需要顾虑的？太后下葬的难题，你我都没有解决。倒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。只要敢冒险，我也能轻易解决。但这事儿必然是8分恶果2分善果，你我这种人没必要。他还年轻，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，要赌一把也很正常。这么说，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。我看此人野心不小，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哦。侯府真有后生能青出于蓝，我杨征自当旗鼓还乡，退位让贤。不过我听说，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。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，替你自己着急吧。将军，承让了。伯爷，再来一盘。曲兄，侯府里来了新幕僚，我是摄人府的管事，不去招呼一下，有点说不过去。先走一步。好了，这就是书院了。也就是幕僚们著书的地方啊。杨大人吩咐了，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。每隔一段时间呢，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。这日后啊，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。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，若侯爷要议事，也是如此吗？想什么呢？啊！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，叽叽喳喳的议事吗？烦不烦啊？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程给布置下来，幕僚们呢各抒己见，哎，他得让人记录下来，把好的呈上去。这不过嘛。这最后啊，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！王侯开国，子孙世袭，故称世家，所以这本《侯门记事》起名《庄氏世家》。杨大人，慧姐，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。在下藏海，拜见杨大人。果然是青年才俊，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，是我杨征之福。慧见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？是。这儿的规矩比太学、詹事府的都要大。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，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。
才不会给侯爷丢人。杨大人的意思是，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，在朝为官了。当然啊，侯爷设舍人府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、提拔栋梁，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虚度光阴吗？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？一不小心就军令处罚，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，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。我不护着你们，谁还能护着你们？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。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装饰世家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，知道侯爷的喜好，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。只要将来时机成熟，我定会引荐他们，得到侯爷的赏识。原来如此，小的受教了。你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今后在侯府定能崭露头角。杨大人，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。啊，侯爷什么事？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。啊，是这样啊，藏海在这儿，赶紧去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。昨日暴雨，祠堂漏水，侯爷命我找人修缮，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，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。等又落了雨，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了。听说你会堪舆之术，修缮旧宅，不知道会不会？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看今天的天色，恐怕是要下大雨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。算了，见侯爷要紧，别耽误正事儿。侯爷要是怪罪下来，我担着就是，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。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，大庸以仁孝治天下，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。我若放任祠堂失修，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，乃我大失职啊。可是侯爷那边，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。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。你放心，侯爷跟前我一定听你美言。谢谢杨大人。你没见到平津侯啊？侯府守卫极为森严，平津侯不愧是行务出身。他平生杀戮太多，自然也怕别人杀他。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，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。我若放任不管，下雨祠堂必会有损。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津侯面前谗言几句，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。所以我选择退一步。但也错失了良机。这几日，平津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。国事难期是常态，平津侯贵人多忘。第一日他记得你，第二日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，到了第三日，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。杨真太了解他了，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，就很难再突围了。
恩公说的没有错，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，骨子里虚伪善妒。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，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，给他们画饼充饥，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。而我要做的，就是除掉杨真，取代他的位置。哎呀，这已经改来改去多少遍了，什么时候才算完？各位幕僚，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。侯爷今日进宫，皇上赏赐了珍宝玩物，您把东西搬到财库，清点入库。郭恩、任尚、王元培、傅玉文、顾长生，还有藏海。百级龟甲纹琵琶一件，定窑白釉牡丹纹梅瓶一对，金镶宝石玉带2副，早春山水图1幅，宝冠玉带准题坐像1件，腹下缠臂巾2件。长锋剑1柄，玉钩描金龙纹佩2对，和田玉带钩10件，玉叮当手镯10只。杨大人，都已清点完毕，把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到博古架上，再仔细的理一遍总库单。是。这和田玉杯怎么少了1只啊？没有吗？哦，加下去是何意啊？就别问了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杨大人，已经全部记录在册，整理入库了。好。那你们都先回去吧。是。藏海留下。去吧。是。藏海，你留下来，把东西再清点一遍。是，杨大人。我选你，是看中你。这活儿啊，繁重杂碎，但里头的门道很多。其他人做事粗枝大叶，你是个细致的人。只是刚来不久，对府中的事务不熟悉，就从这件事开始，好好锻炼，开开眼界。多谢杨大人。辛苦了。
出来之后，给我仔仔细细严查搜身，如有夹带，立刻抓起来。是。